有没有幻想过，如果有一队灵界特工专门出任务，除恶务尽，而且由神亲自发令，你会想在那支队伍里，还是被那支队伍找上门？今天的剧情不夸张，像极了天国版行刑部队加名单画记计划加神的标记结合体。舞台在耶路撒冷，主角不是以西结，是神召唤来的一群执行者。剧情核心不是讲道理，是谁能活下来。以西结书9章1节，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，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。喂，这什么场面？神没有在开玩笑，他不是轻声细语说我们来谈谈，是大声呼叫，是招来那些手里拿兵器的。这段很像什么？很像你在开会，突然老板冲进来吼，保全都给我进来！6个人立刻出现，每人拿着毁灭武器排队进场。这种场面比黑道围事还严重。第2节，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间带着墨盒子。哇，这个角色不一样，他不是拿刀的，是拿墨盒的，是来画记号的，不是画中奖号码，是画幸存标记。第4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，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哀惜叹哭的人，画记号在额上。注意哦，不是谁都能得标记，只有那些为罪哀哭的人才有资格。不是谁会讲宗教语言，会唱诗歌，是谁真心痛心那地的罪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在灵界的扫描器中，你的额头有记号吗？要跟随他走遍全城，以刑击杀。你们的眼不要顾惜，要将年老的、年少的，并处女、婴孩和妇女，从圣所起全都杀尽。只是凡有记号的人，不要挨近他。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，读到这里下巴掉下来？哇，神好像太严了吧，小孩耶！但这不是随意屠杀，这是一场最公义的过滤行动。这时你会发现，以西结不是旁观者，他快崩溃了。第8节，我就俯伏在地说，主耶和华啊，你将愤怒倾倒在耶路撒冷，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？以西结好像喊卡，神啊，你是不是太狠了点？我们不是还有点希望吗？但神的回应是什么？第9节，他对我说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，遍地有流血的事，满城有冤屈，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，他看不见我们。神说的重点是什么？他们的问题不只是做坏事，而是觉得神不会管。他们以为神闭眼，所以胆子越来越大。所以现在神说，我亲自处理。11节，那穿细麻衣、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，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。这一节短短一句话，却是灵界行动的总结。神不是忘记，也不是没看到，他一直在等。画记的人做完了工作，代表什么？神知道谁愿意哀哭，谁选择悔改，谁值得被保护。今天这章，神不是在玩谁来玩真心话大冒险，他要的是真心悔改加真实哀哭的人。我们都想被保护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保护是留给那些看见问题且不再沉睡的人。神今天还在呼召穿细麻衣的那位来画记。
而你是否愿意活成那个额头会被化忌的生命？不是装出来的圣洁，而是愿意哀哭的真诚。愿你我不只是读过这章，而是真实被标记，被神看见。